啊，难道你心里就没有郑老师吗？虽然马上情人节了，但您说这话不合适吧？你就不能为我考虑一下吗，周浩？我处处为您考虑，郑教授。那老师交给你的问题，你就写个结论。老师想看过程啊。郑老师，您堂堂教授，我把结论都给您了，过程您不能自己脑补出来吗？没其他事，我先去打会球啊。不愧是周浩啊，运算推理都不需要打草稿。当然不是，郑教授，周浩他也会打草稿的。那草稿呢？扔了。扔了？对，周浩打完草稿就扔了。哎呀。但我想到他的草稿可能会有用，有些我就捡回来存着了。张涛，你立了大功啊！带我去拿草稿。好。张涛，我是来收草稿，不是来收破烂的。郑教授，这就是周浩的草稿，你看。好，我要的就是这个。我明白，周浩是边吃饭边打草稿。不是，他是下楼拿外卖回来路上打的草稿。周浩吃饭的时候是心无旁骛的。哦。可是这只有一部分，不完整。当然，这纸太小，他写不下呀。第二部分在这里，我做了编号的。这又是取快递路上打草稿。那他为什么不能一次性算完，非要等这种时候算？您的问题，周浩说不难，用碎片化的时间思考一下就够了。第三部分在这里，您托我给师母买的礼。张涛，也不对呀。外卖上和快递上的步骤接不上，感觉跳了一部分。周浩跳步骤不是家常便饭吗？可是，放心吧，郑教授，这些步骤我都看过了，跳跃的部分我都请教过周浩，周浩的回答我也录音了。张涛，不得不说，有时候你是真的很细心啊。这些我都收回去，仔细研究一下。你称一下这些破烂有几斤，给个价。加上你的录音基本全，但还是少了最后一部分推理。还有一部分，那我也不知道扔哪了，快去找找。也没有啊，那可能已经扔到楼下去了。这里是空的，垃圾车也没来过呀。是啊。哦，我知道，郑教授在您办公室。最后的步骤果然在这里。我就说刚刚周浩在这扔了个东西，但是怎么黏黏的？周浩最近感冒了。谢夫子。张涛，跟周浩一个寝室是不是特别好玩？这能好玩什么呀？周浩那么聪明，跟他相处到底什么感觉啊？倒也没什么感觉。其实一开始我跟李想对周浩印象并不好。为什么呀？我们差点以为他是妈宝。来这么早，同学，你好，我叫张涛，以后多关照。同学你好，我叫李想。你也是自己来的吗？我父母帮我把东西拿上来就走了。啊，这样。好好啊，上大学不像在家，脾气要收敛点啊。知道了，妈妈。有问题就找辅导员或院长啊，再不行给爸妈打电话。好，快跟室友打招呼。你们好，我叫周浩。张涛，李想，记住了。好，一会儿7点吃一个苹果，8点喝一瓶牛奶，别忘了啊。我去，那这我儿子宿舍啊，私人寝的。你像木头一样站着干什么？快好好铺床啊。好。你书掉了。物理学的书。对，这咱的教材，我昨天晚上看来着，今天早上心急就塞被子里去了。教材，他还挺好学呀。周浩，周浩爸爸吗？哟，您来了。溜啊，宿管大爷都叫来了。我怎么记得宿管是个阿姨来着？同学，咱家浩浩啊是第一次住宿，阿姨能麻烦你们多照顾他不？好，浩浩啊对芒果过敏，你们要监督他不能吃芒果相关的东西，出去吃饭也尽量不点辣的好不好？他从小都不会吃辣。好，都上大学了，不小了吧？应该是我们来找您的嘛，还麻烦你亲自跑一趟，多不好意思啊，院长。周浩是保送进来的，而且年纪也才15，于情于理我都应该来看一趟。放心吧，你看这室友看着都是好孩子，您给我们选的寝室我们放心。对了，咱家浩浩每天都要吃苹果喝牛奶的，你们提醒他一下，好不好？在家我不提醒他总不吃。好，阿姨。周浩爸爸，周浩毕竟跳了几级，我比较担心周浩大学课程能不能跟得上。这您放心，周浩的基础没问题的，而且这暑假他一直都在研究物理系的内容，已经看到大2的教材了。那就好。周浩，那个，你该喝牛奶啊，谢谢啊，我差点就忘了。明天你来说。卷起来，早自习我要第一个到教室，不等你们喽。谢夫子，起得比我还早啊。张涛，你醒了，可以去洗漱了。你起得真早啊。周浩呢？我起来的时候他就不在了，昨天还说不去上早自习呢，这不还挺积极的。或者现在他已经在教室里学习了，咱们也快点吧。早啊，家人们。你咋回来了？我去买早饭了呀。我妈说买早饭要给室友也带一份。那，谢谢啊，谢谢啊。一会儿我跟张涛把钱转你。好，那我们吃完一起去上早自习吧。早自习啊？我不想去。
不去不行吧？对啊，今天是开学第一次早自习，肯定会有人检查的，不去风险很高啊。查就查呗，我高中就不上早自习，老师都同意的呀。你还是去一趟吧，你不想去找导员请个假也行。哎，这不单纯浪费时间吗？你们去吧，别劝我了。怎么办？那我们先走。周浩，但一旦有情况，你一定要立即过来。快下课了，运气真好，居然没人检查呀！我刚刚出去看了一下，我们这层楼都没人检查，这不应该呀。好了，同学们，第一次早自习我们来点个名啊。完了，给他发消息，他现在跑过来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刘晓到，李想到。周浩到了没啊？没回我呀。老师，你让一下，让我进去。哎，到了到了。同学，你才来吗？说去上厕所。对啊，我刚到啊。第一次早自习就迟到30分钟啊？不是，你误会了，我就是来上早课的，没打算上早自习。你，周浩，早自习上完到院长办公室去啊。OK， 没问题。你别嬉皮笑脸的，待会儿在办公室别哭出来。你别这态度，很容易吃处分的。为什么？院长，这学生太过分了，早自习不来还不知道自己做错了。周浩，他年纪小，你也知道，连跳3级都是靠自学，确实没坐在教室里规规矩矩学习。我知道这孩子天赋异禀，但这样我的工作不好做呀。就他一个人不来，别的同学怎么想啊？那取消早自习也不是不行。院长，保留早自习是全校投票决定的事情，为了他一个人不至于吧？我们教你的话记住了吗，周浩？背下来了。你一定要像我们教你那么说，知不知道？知道了。那你进去吧。院长，你看他这副态度，丝毫没有意识到错误。周浩，你导员刚刚说我早上态度不好，让我向你道歉，对不起啊。我已经深刻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也理解你在工作上的不易，我为我早上鲁莽再次道歉。周浩怎么还不出来啊？照理来说，我们安排的说辞已经说完了，那接下来他是不是要自由发挥了？看来周浩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错误，这件事就算了，给他们班级扣个分得了。好吧，周浩，你以后不要再犯了啊。但我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，每天早上早自习完全没有必要，我在寝室也可以学啊。而且早上我进门的时候，一共30位同学，而11位都在玩手机，你说早自习是不是白事啊？你以后都不上是吧？听我说两句，我会去上的，导员。李想说自习遇到不会的题想问我，室友有问题，当然义不容辞喽。现在开的又是什么会啊？开学第一次班会，班主给咱们开的。来了，大家好，我是你们的班助，我叫阿廖沙，也是你们的大二学长。班助是干啥的？帮你们适应大学生活啊，作为你们和老师之间沟通的桥梁，解决你们的需求和问题。哦，哎，那听起来没什么用啊。确实，按经验呢，班助就是个闲职，我当班助也只是为了评优，希望大家不要给我制造麻烦，算我拜托大家了啊。学长放心吧，我们不会给你添麻烦的。你确定？大家都是成年人，而且你们能考进这个学校，我也相信你们。周浩可不是成年人啊。其他也没什么事儿了。哦，对了，明天第一天上课，第一节是高数课，曹老师可是很凶的啊，各位注意一点。哎，学长，如果周浩闹点小事出来，你能不能多担待着点啊？他还小。黄衣服那个，你看着挺正常的呀，还挺天真可爱的，能有啥问题啊？希望吧。奇奇怪怪。哎，周浩，你高数预习了吗？都看过了呀。那你看看我这题这么做对不对？张浩，你这方法有点笨呀，你应该这样。周浩，你不能这么说的。哎，没事，我高中就这么过来。周浩他性格就这样，别去意思啊。好，同学们，咱们来看第一章啊。可这样不礼貌啊。没事，你也知道周浩是没有恶意的。老师啊，你这么讲有点笨呀。现在有事了。老师啊，您这么讲，感觉还是在用高中的思维做题。咱们大学应……等一下，同学，老师这么讲是因为你们刚从高中上来，想用高中知识过渡一下。哦，原来这样。好，我们接着讲。老师，那您这么讲，感觉让人听不明白，听得我稀里糊涂的。喂，导员。阿廖沙，你管的班有学生和曹老师吵架了，知道吧？啊？谁啊？周浩嘛，还有谁啊？啊？你快去处理一下。放心，导员，我和曹老师熟得很。不好意思啊，各位，我这顿饭吃不了了。阿廖沙，我是看在你面子上才不跟周浩计较的。当然，你和他说，先学做人，再做学生。一定。周浩，你上课和老师争论，大家学习的时间变少了，对不对？对。大家是来上课的，不是来看你和老师争论的，对不对？对。所以我有一个建议啊，你上课有什么问题，你先把它记到本子上，下课过后你再去找老师讨论，行不行？不行。不用记本子里，我记脑子里就行。好，一言为定啊。好啊，一言为定。他才15岁，多忍着点吧。早知道该听你的，我现在评优是彻底没戏了。我下午还有课，上课去了。去吧。
咱们把书翻到第14页啊。周浩，你咋来了？我来上课啊。你上什么课？这是大2的课啊。对啊，我已经自学到大2的课程。哎，老师，关于你讲那个，老师，我们要去上个厕所。上厕所还2个人去啊？周浩，我刚刚跟你说了，你没忘吧？哎，没忘呢。课上不要和老师争论，行吗？行啊。OK， 我再信你一次啊！走吧，咱们进去。哎呀，菲菲，你干嘛？老师啊，我不是想跟你争论，但你看看我这么讲是不是更好啊？ Shift。